少爷。冤家，冤家，别动！你们都别动！住手！冤家，冤家，你没事吧？冤家，陈真，你不要乱来，这是我们之间的恩怨，和他们无关。冤家，你的伤……你们都别过来，我没事儿。大哥、二哥，这件事因我而起，我自己来解决。别过来啊！冤家说的对，他的事让他自己来解决。我们先退后。大师伯是死在我手上，不关其他人的事。你要报仇，就找我好了。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开枪！比武！我们两个来一场比武！好啊，江湖规矩，打死无怨。呀！我炸！怎么样？你还打不打？一定要打！你现在这个样，怎么打下去？我不死就打！凭你现在的武功，再练20年也打不赢我。你真的很想打赢我？我有办法，我教你武功。等你学的差不多的时候，再找我报仇。等着，我绝不食言。你个跑陈家害你！哼！如果你是这种人的话，你都瞧不起你自己。一言为定。好。你别后悔。谢谢。冤家，你无门无派，怎么收人家做徒弟？老爷，人家拿着洋枪打来，冤家这不过是缓兵之计呀。娘，我不是缓兵之计，我是想化解我们之间的仇怨。这怎么行得通啊？爹，您听我说，门派之间本来就是武林中的陋习。在武林中，就是因为这个引起了不少的争斗，就像你和大师伯赵师叔一样，半辈子都不开心。难道我们不应该改变他？改变？就凭你一个人能改变千百年来的武林习惯，未免太天真了吧？爹，我不和你争。总之，你无门无派，就不可以收徒弟。你年纪轻轻就锋芒毕露，这不是什么好事。你把自己的婚事搞得一塌糊涂，现在还收一个冤家做徒弟，你把这件事情越搞越大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冤家，你年龄不小了，好好想想吧。爹，哎，冤家别乱动，对伤口不好。
先坐这儿。来，你爹啊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他怕你年轻气盛，把什么担子都往自己身上担，到时候吃亏的还是你自己。你爹现在气头上，待会儿等我去跟他说说，也许他能松口呢。嗯。老爷，袁家收人为徒也是迫不得已的事，我看未必不是件好事啊。你就放他一马，容他去吧。有些事，他早晚总得自己面对呀。你懂什么？袁家他自学的武功，没门没派，说出去还不让武林中人笑话。哎呀，老爷，原来你是担心这个，那就好办了。你是他爹，难道不能收袁甲为徒吗？他本来就是霍家人，成为霍家密宗拳的弟子，这根本就是理所当然的事。这样有门有派，就算将来再收别人做徒弟，武林中也没什么可挑剔的。老爷，袁甲的资质你都看见了，他悟性那么高，以前你一直不肯传授他武功，他不是也悟得有模有样吗？这么好的徒弟你不收，实在太可惜了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什么呀？你要是真对袁甲好，就更应该收他为徒。我是可以，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。那好办，袁甲就包在我身上。柴叔，柴叔，你快准备准备，老爷要收四少爷为徒了。娘，我……你这孩子，霍家拳你也学会了，如今你爹要收你为徒，你就顺水推舟做个样子，有那么难吗？我学的拳法跟霍家拳完全是两回事啊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不过呢，你也要替你爹想想。他肯收你为徒，其实是为了你好。虽然你的武功不是跟他学的，你就当孝顺你爹一次，体谅体谅他。你干嘛让他那么伤心呢？娘，我真的不想让爹伤心。反正呢，你的武功是集百家精华，博众家之长，啊，你爹可是为了救你一命，破了师门规矩，传授你霍家武功。你就当多拜了一个师傅，还他个名分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？啊？对不起，师傅，承认真是没用。我拜新婚那小子为师，您不会怪我吧？我知道，我现在功夫不如他，但是只要我在他身边学会武功，总有一天我会亲手杀了他，为您报仇。我希望您不要怪我，对不起。哎呀，爹已经说过了，叫你不要管我的事情。什么事？这是霍伯伯给的请帖，他收袁甲为徒了，请您去参加。哦，你带爹去就可以了。爹这几天身体不舒服，需要静养。再说，袁家武功师出无门，你霍伯伯收他为徒，又不知为了什么。虽然赵霍两家已经和解，但是我赵生贤还是不愿看到那些不守武林规矩的事。哎，爹已经老了，
眼不见心不烦，这种事见得越少越好。爹啊，那霍伯伯要是问起来，我怎么说呢？哎呀，你就说爹受了风寒。那好吧。老爷，老爷，小姐，啊，千南，你先出去吧。哦，好。什么事啊？大门后跟一众男人就要走。别忘了给我请谢。好，一定。师傅，我们走了，我们走了。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！师傅，我们走了。走，师傅只是休息了几天而已啊！你，哎，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勤加练习，严加管教。师傅，老姜没有把话跟您说清楚吗？那是误会，是误会啊！我们都看清楚了，还能是误会吗？你们看见什么了？您问您的2个儿子去吧。师傅，我们走了。师傅，我们走了。走了。师傅，我们是练武之人，不能整天和一帮烟鬼混在一起，连头也抬不起来。师傅，我走了。老爷，我也是向您请辞的。你有什么委屈啊？老爷，你千万别说这个，赵家一直待我不薄啊。哎呀，老姜，有什么事情我替你做主啊。老爷，不瞒您说，我在赵家待了这么多年，好多道理我也弄得懂。现在赵家正在贩卖大烟，我也帮不上什么忙。赵家贩卖鸦片，老爷，你不知情。究竟是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在我的眼皮底下贩卖大烟？就是您那2位少爷呀。谁呀？爹，爹，您老人家有什么事直接叫我们就是了，何必亲自跑来呢？你们2个抽的什么？普通的烟丝而已。龙表哥从俄国带回来的，没什么稀奇。你们还敢骗我！爹，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别打了！哎呦，打死你！打！爹，打死你！爹，别打了！再打我还手了！还手！打！爹，打死你！畜生！爹，畜生！别再打了，爹！快给我放手！放手！不打我们就放手！你们畜生！2个畜生！爹，畜生！没事吧，爹？爹，你没事吧？你告诉我，你们2个有没有做鸦片生意？没有，爹。没有。哎呦，爹，都是龙表哥的意思，他也把我们俩给蒙骗了。现在木已成舟，我们也只能……你们2个，身为习武之人，自己还抽鸦片，暗地里还做鸦片生意，你们毒害百姓，丧尽天良，真是辱没家门呐！如果你们再这样下去，等于自掘坟墓啊！你们2个现在带我去烟馆，我要亲眼看着你们把烟馆关掉！快去！爹，何必呢？现在烟馆很赚钱的。再说您老已经1把年纪了，也该享享清福了呀。家里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兄弟俩吧，保证咱们赵家的香火烧得旺旺的。一派胡言！你个臭小子，你去不去？
你不去，我就在这里打死你，然后再去把你烟馆子收掉，臭小子！我让你们去啊，去啊！爹，我看您就别为难我们兄弟二人了，何必呢？据我所知，您老不也在抽福寿膏吗？您不为别人想，总该为自己想啊！您若是打死我们俩，万一哪天您走了，谁为您披麻戴孝啊？您说是吧？一个畜生！我觉得你真是有狗屎运呐！你开枪打袁家，他还收你当徒弟。这个世界真是乱了章法，越来越没有天理了。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天理嘛。如果有天理的话，就不会有强盗、犯人，而且也就不会什么巡抚啊、县官出现，就连你们刘家镖局也该关门大吉了。你说的也对啊。别的说了，把水烧热吧，不然水凉了，师傅洗澡冻着就不好了。你开口师傅，闭口师傅，我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啊？没什么，你嫉妒了吧？我就是嫉妒了，不行，袁甲，袁甲，我要你收我为徒。你胡闹什么呀，振生？怎么了？陈真你都能收，为什么不能收我啊？哎，你们两个根本就不一样啊！有什么不一样啊？哦，是不是要我开枪打你，你才肯收我啊？你别再胡闹了，好不好？陈真刚才说了，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没有天理的。陈真，陈真，把你枪借我用一下。如果袁甲不收我做徒弟，我就自己开枪打我自己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怕了你了，收你做徒弟。师傅，请受徒弟一拜。且慢且慢且慢。等我拜我父亲为师之后，你再拜吧。那太好了，但是袁甲，我可是拜你做师傅在先。虽然你收了陈真为徒，我还是大师兄啊。行了，这事儿再说吧。霍家历代祖先在上，密宗第5代掌门霍恩帝将4子元甲收入密宗门下，希望先师庇佑，使霍家拳得以发扬光大。
爹，请用茶。冤家，在霍家我是你父亲，在密宗我是掌门，我现在就收你为徒。以你的资质，别人3年，你1年就能得以大成。以后你要好好练功，听到了吗？是，爹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各派都有自己的戒条。我们霍家拳也不例外。元武，爹，将我们霍家密宗拳的拳训告诉他。是，爹。霍家密宗拳，师承前师之拳法精义，崇高武德，后辈收徒开馆，发扬光大，则当谨记拳训。第一，非霍姓人不能收作入室弟子，只能作为拜门弟子。拜门弟子只能学普通入门拳法，防身健体。第二，非男丁不传，非子婿不传。第三，10类人等不得入门，争强斗狠、不明事理者不收，体质孱弱、难持休息者不收，5岁以下、40岁以上者不收，女子不收，残疾不收，已学别家武功、半路投奔者不收。第四，霍家拳第38式至58式，只能传给霍家直系男丁，入室弟子也不能传授，避免流传于外。以上拳训，皆以江湖前世血泪写成，后辈若更改一字，便是欺师灭祖、十恶不赦之罪。你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就上香吧。爹，我不能拜您为师。你说什么？哎，冤家，不是说好了吗？你怎么突然又变卦了？不是我变卦，只是这个霍家拳训过于苛刻，我并不符合拳训所规定的要求，不能成为霍家弟子。非男丁不传，传子不传婿。若是我下一代生的全是女儿的话，霍家拳岂不是要绝后？还有，武术本身就是要强身健体，身体瘦弱的其实更需要练武，我就是深受其害。霍家祖传的规矩，岂由得你在此胡言？非直系子孙就不能学习霍家拳，那又怎么能够像爹说的那样将霍家拳发扬光大？还有，我已学别家武功，被归为不得入门之列，又如何能成为霍家弟子？好啊，别说那么多废话，香案已经摆在这里了。霍家拳，你学是不学？爹，恕孩儿不孝。你，这是第一掌，你接过我3掌，我们就脱离父子关系。第3掌，老爷，放开我！不，放开我！不，除非你答应我收回这掌。爹，爹，爹，爹。放开我！
教子无方，犹如我霍家门风。这第3章，我自己受惩。娘，爹他没事吧？你要真关心他的话，就不该这么做。他身上的伤是没事，可他心里的伤呢？你也真是的，既然答应拜你爹为师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气他？当着那么多霍家弟子和武林中人，你要他的面子往哪里放啊？我也是逼不得已的，娘。我知道你不赞成霍家弟子进门的戒条，但这确实是霍家代代相传的门规。你就为了那么一点小事，闹得霍家上下不安，还逼着你爹和你断绝父子关系，你这样做对吗？大丈夫连这点风范都没有，你将来如何做人做事？如果要成为霍家弟子，必须遵守这样的条例。我做不到，您叫我怎么能答应？娘从小最疼的就是你，你心里想什么，娘会不知道吗？冤家，你真的是不懂你爹的一番苦心呢。那些戒条全训，你符合多少，能够做到多少，你爹比你还清楚。他在大庭广众之下收你为徒，已经破坏师门的规矩了。他这么做，就是希望你将来规规矩矩做事，堂堂正正做人。你一人习武及百家之长，并没有错。但是，你爹为了让你的路走得更远，不满足于现在的小我，而是希望你将来能够成就一个大我，更有所作为。爹，您的身体已经好多了，您先休息一下，我去看看药有没有煎好。嗯。元甲，大哥，进来吧。爹。哼。过去。爹，您的药已经煎好了，您就趁热喝了吧。出去！我病死也不喝你的药。爹，药都凉了。出去！出去！爹，你别生气啊，爹。出去！元甲，你先出去。爹，出去！我不想见到你！我不想见到你！出去！元甲，你先出去。出去！爹。啊，喝点水吧。谢谢啊。喝点水吧。不要！这呀，你手流血了。流血算得什么？我师父说过，男人不流血算得了什么男人？怕流血，那就别做什么武林中人。我跟你说过吗？对不起，师父。我是说，陈真，我没怪你，你对你师父情深意重，是应该的。
但是你练功的方法确实存在着问题。我们练武是讲究速度、力道和分寸，并不是靠一身蛮力。我看这样，先从基本功开始练起。练武必须讲求耐性，急于求成是没用的。你要打赢我，就按我说的去做。扫地。师傅。师傅，今天练什么？哎，师傅，梅花桩啊。这哪能算梅花桩啊？你会吗？我当然不会了，有师傅嘛。哦，那你师傅来啊。普通的桩是死的，我设计的桩，它却是活的。陈真，你来试试。陈真，没事吧？师傅，练对打不是都要从不会动的木人开始吗？怎么一开始就让我们练这个？木人是死的，但和对方对打的时候，对方会站在那儿让你打吗？我明白师傅的意思。师傅是要我以少打多。记住，先慢再快，循序渐进。如果急于求成，必然事倍功半。来。哎，师傅，什么这么香啊？烧鸡，哎，椒盐烧鸡啊！啊，师傅，你是想教我们练习吃烧鸡啊？哎，好，好，好，师傅，我吃鸡很慢的，这得慢慢练。烧鸡已经为你们两个准备了，不过先把这羽毛按深浅色分开，才能有鸡吃。师傅，这太简单了吧？是挺简单的，那就来吧。慢慢分吧。这怎么分啊？喂，姨父，下这么大的雨，站在路中间干什么？有什么事的话，咱们屋里谈。啊，出手！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，我要杀了你！
你和倩楠的婚约解除了，你这人面兽心的畜生！我要送你到祖先面前去认罪！哼！姨父，您明白的太晚了。恕我直言，您这把老骨头，不要乱动的话，还能享几年清福。你何必要逼我出手呢？就是你！我依丽莎遗嘱，我把赵家的家业交给你，你就是赵家的当家人，你就是唯一的当家人。爹，我求你不要死！来人，爹！来人呐！救命！你要记住，如果龙海生那个畜生，他要害你，你就去霍家找你霍伯伯，他会帮你主持公道的。你两个哥哥靠不住啊！爹，我不要，我不准你死！爹，爹，你起来啊！你起来！可怜我，赵圣贤英雄一世，最后却死在自己人的手里。
妹啊，爹死前都说什么了？有没有说将来谁来主持家业？还有我们赵家的家产？怎么回事？这个，谁把我爹害成这样的？这个王八蛋，我一定要为我爹报仇！对，对，我到时候一定要把他亲手杀了。好，对，你们说的。走，跟我去杀了龙海生！我一定要亲手杀了龙海生！妹，你别冲动，你是不是搞错了呀？你知不知道是龙海生杀了爹？你不是要亲手杀了他吗？你去呀！你去杀了他呀！妹子，你搞错了！我跟你讲，龙表哥他绝对做不出这种事来。你搞错了，妹子！你们不是想知道爹临死前都说了什么吗？好，我告诉你们，爹说龙海生是个畜生，混蛋。是他害死了爹，是他害死了爹！你们两个臭鸦片中的骨头都软了，居然袒护那个混蛋！你们不配当爹的儿子，你们不配！爹，你说的没错，我的两个哥哥成了行尸走肉了，他们不配做您的儿子。爹，我一定要亲手杀了龙海生，替您报仇雪恨。妹子，别冲动！现在爹已经死了，伤心也是没有用的呀。对呀，龙表哥现在掌管赵家船厂、烟馆所有的生意，还有贴身护卫，打通了官府。你要是现在和他硬着干，没什么好果子吃啊。对呀，没错，就算不为自己想，也要为咱们赵家想想啊。对。再说爹一走，这赵家的当家人自然就落在大哥的身上。不用你操心，等到时机成熟，再把龙海生踢走也不迟啊，妹妹。快帮大哥，妹子。老爷，夫人，你先下去吧。是夫人。老爷，身子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还在生冤家的气啊？生气也没有用，算了，不提了。孩子大了，由不得我们。虽然我们该做的，我们全都做了，但仍无济于事。不如索性由了他，随他去吧。只要他走正道，做正事。你要早这么开明，就不会生那么多事，出那么多乱子了。哎呀，你呀，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挖苦啊。哎，我也不是一下子就想通的。这几天我在家里休养，我就反思我们赵霍两家多年的恩怨。你看，到头来有什么用呢？还不是一场虚名。老爷说的是。要是我早明白放下一切是如此轻松，
哎，我也不会为了一个虚名而费神费力这么多年。其实啊，夫人早就提醒过我，只是当时我有点固执，当成耳旁风。现在想起来，真有点惭愧呀。现在还说这些干什么？能够安稳的过日子，我就很知足了。师傅，不好了！赵家派人送信来说他们家老爷去了。师弟，我来晚了。行礼。礼成。赵姑娘，究竟怎么了？赵师弟好好的，怎么突然间就……霍伯伯，你要为妾男做主啊！龙寒生，他贩卖鸦片，还给我爹吃了大补丸，其实里面都是毒品，结果我爹上了毒瘾。岂有此理！师弟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死得太冤枉了。赵姑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为你主持公道。你两个哥哥呢？小姐，小姐，不好了！少爷他们俩把老爷的房间翻得乱七八糟，你赶紧过去看看吧。哼，两个逆子！住手！你不要碰爹的东西！住手啊！给我滚开！住手！不要碰爹的东西！闪开你！你还是不是人？你还是不是人？闪开！你还是不是？把爹的遗书给我拿出来！没错，爹拿出来！住手！你们俩干什么？你爹的尸骨未寒，就想分家产？霍大伯，您老说话注意点。说的没错，我爹死了，我们兄弟两个就是赵家的当家。对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不该您管，更不必您老操心。拿出来！你给我拿出来！你们干什么？爹临死前已经把这个家托付给我，以后这里没有你们什么事了。你想骗我？不可能！逆子，给你爹跪下！跪下！
跪下！过来！你们两个给我听着！从今以后，如果再贩卖鸦片，我见一家收一家。我们霍家虽然不是官府，但是鸦片危害百姓，我绝不会袖手旁观。我遵守你爹的遗训，你们以后不准为非作歹。还有，告诉龙海生，你爹的死，我霍恩弟绝不会跟他罢休。哎呀，逆死！岂有此理！走！冤家，冤家！千南，谁啊？是我，袁甲。千南，千南，节哀顺变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别哭坏了自己的身子。你这样的话，你爹若是泉下有知，也不会心安的。你有什么打算？我不知道。我要为我爹报仇。报仇的事儿，我和爹会帮你的。谢谢。我一定要亲手杀了龙海生。千南，你别这么冲动，你听我说，我一定会让那个龙海生血债血偿。千南，我觉得你现在不应该留在这儿，这儿非常不安全。你跟我回家，我爹娘会保护你的。不用麻烦了，我还要为我爹守孝呢。再说现在赵家千疮百孔的，我怎么能一走了之呢？我爹临死的时候把赵家托付给我，我一定要把赵家撑起来。那好，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，我都会站在你这边，我会支持你的。还有，相信我，我会照顾你。还在为师兄的事难过？你不要太伤心，毕竟人已经走了。我们好好的照顾倩楠，让她安心走好。这一切都是鸦片害的。刘瑶师傅就是因此丢了性命。唉，我不甘心。就是丢了这条老命，我也要把境海的鸦片铲除干净。
少爷，你给我滚开！这些都是现在我们是当家的，我爹你留下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，我们怎么处置，你管不着，知道吗？走开！少爷，这些东西都不能。以后不能再叫我少爷了，叫我老爷滚开！走，老爷，不能卖，老爷，我求你了，不能打你！把东西给我放下！干什么呀，妹妹？我们只不过是把这些东西卖了换些银两，为爹尽孝而已，你何必大惊小怪的？尽孝？爹在世的时候你们怎么不尽孝？亏你们说得出口！你们滚吧！从今以后，赵家没有你们这2个人，滚啊！你有什么权利把我们扫地出门？你是爹吗？爹在临死前说的清清楚楚。你再给我说一遍！你少来！拿张破纸随便写2笔就说是爹的遗书，你以为我们是3岁小孩子啊？现在我和大哥是当家的，你别碍我们的事儿，小心我赶你出门！躲开！走！哎呦，不能！住手！你给我让开！躲开！你找打是不是？你们俩像什么样子？简直有辱赵家家风！你们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你们太让我失望了！倩楠，妹妹，饶了我们这一次吧，我们也是被逼无奈，迫不得已呀，妹妹，原谅饶了我们这一次。滚！给我滚！滚！好你个赵倩楠，你吃里扒外，六亲不认，你们这对狗男女，竟然敢亲哥哥出门，总有一天我会跟你们算账。坤龙，你等着！老爷，霍老爷来了。哦，快请快请。请。哎呦，哪阵风把霍老先生给吹来了？快请坐，请坐。啊，不用了。于大人，我这次来是要跟你谈烟馆的事。最近静海又开了多家新烟馆，百姓深恶痛绝，民怨沸腾啊！希望朝廷能正视这件事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是的，霍老先生。可是据我所知啊，朝廷对烟馆这回事，又重新开禁了。我呢也不好阻拦别人做买卖吧。朝廷不知道鸦片的危害，我相信朝廷很快就会下一道禁令。我呢写了一封信，希望您呈传给总督大人。哦，朝廷啊。自有朝廷他自己的想法，我呢，作为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员，也不好多说什么。哦，既然霍老先生亲自来了，那我就理当将此信呈交上去啊。至于上边怎么答复啊，那我就不敢打保票了啊。那就有劳大人，我先告辞。霍老先生不必客气，这是本官应该做的。霍老先生，您走好。好，走好。霍老先生，您放心，这封信我一定替您转呈上去。好，有劳了啊！您走好啊。大家听着，近期我们静海鸦片流入，无数百姓受其毒害。我们霍家世代习武，保国安民。如烟不禁绝，国家日贫，百姓日弱。如果长此下去，数年之后，我们静海将无体魄强健之人。所以我霍恩帝决心铲除鸦片，建一家烟馆就要烧一家。
如果有阻拦者，捆绑押送衙门，不准再有人贩卖鸦片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福寿膏。这名字好听，但你们知不知道，它其实是魔鬼，蚕食我们中国人精神的魔鬼。如果我们不小心沾了它，就会连累你的家人、朋友，殃及子孙后代。我们难道还要继续吃这福寿膏吗？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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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怎么能够用辛辛苦苦赚来的钱，来换取这样的东西，控制我们的灵魂，最终去做亡国奴呢？不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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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时候了，把这些福寿膏全部烧掉！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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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好你个霍元甲！我要叫你加倍偿还！走吧，走。烧！是不是？对啊，今天呢真是大快人心呐！这些鸦片给他一烧，真是太过瘾了，咱们静海就安生了。是，干得痛快啊！怎么这么吵啊？是。爹，我们回来了。爹，今天我们烧了他们的烟土，并不表示静海可以太平无事了。我们在明处，他们在暗处，很可能会招致这些人的报复。 以后一定要小心。是。大家回去休息吧。哎，走了，回去吧啊，回去吧。元甲，以后做事不要锋芒太露，当心树大招风。别看爹表面挺冷漠的。 我看得出，他挺高兴的。爹刚才说的那番话，肯定有他的深意。有机会呢，就坐下来和他好好聊聊。毕竟是两父子，不可以太疏远的。我知道了。出去！没听见吗？都聋了，滚出去！滚！出去！快！滚！都出去！气死我了！想不到我龙海生还有被人欺负到头上的时候，我不去惹他霍元甲，他却来蹬鼻子上脸的惹我。霍元甲他真是胆大妄为，把事情做得那么绝，简直是太岁头上动土。他以为静海只有他们霍家吗？分明是不给我们面子，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就是，霍元甲现在竟然跟倩楠那个死丫头勾搭在一起，
还把我们兄弟俩赶出家门，想起来我就恨。少爷，您似乎是心里有数了。我自有办法。